后片完成后，下面学习前片，分为左前片和右前片。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的左右来区分的。先讲右前片，由1区和2区组成。1区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，与后片1区钩织方法类似，只是起针数和行数有所不同。其中会遇到几个新针法，下面我用小样按照顺序演示一下新针法的钩织方法。先讲第一个变化的长针2针并1针，与变化的长针3针并1针钩织方法类似，只是少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先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空1针，再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再绕线，一次钩出，这样一个变化的长针2针并1针完成。下面演示1区第2个新针法 ，Y 字长针中间间隔一个锁针，与变化长针花样钩织方法类似，只是少钩一个长针，也就是先钩一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过渡，然后挑长针最下方这样的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，这样 Y 字长针中间间隔一个锁针就钩好了。与 Y 字长针一样， Y 字长针中间不钩一个锁针间隔。接着演示一下第3个新针法长针，钩织方法就是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样长针就钩好了。这样1区的新针法就讲完了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将1区钩完，完成后不断线。这样右前片1区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2区，是在1区的基础上钩织，完成后再钩锁针进行延长，然后对照图解钩织。靠近领窝这一侧需要减针。下面我先用小样演示一下渡线的方法。先将线圈拉大，接着将线团或者织片从线圈中穿过，接着稍微拉紧线头，然后翻面，对照图解找到接线位置，直接将线钩出。注意渡的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与织片平整，可以松一点，然后就按照图解正常钩织。这个就是渡线的方法。接着演示一下长针减针的钩织方法。先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具体入针位置请参考图纸。
完成后绕线一次勾出，这样长针减针就勾好了。其中小马还会遇到一个新针法，长长针3针并一针，钩织方法就是先钩3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最后绕线一次勾出，这样长长针3针并一针完成。这样新针法就讲完了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将右前片勾完。右前片完成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结尾预留最后一行3倍左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右前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右前片完成后，下面学习左前片，分为1区和2区。1区也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，完成后断线。2区是重新取线，先钩锁针，然后在1区上钩织对应针法。注意，小马倒数第3行最后一个锁针完成后，结尾在之前长针的入针位置和最后一个针模上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大家不要钩错了。这样左前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前后片都完成后，将第2行的正面都朝外，后片放在下面。第2行的反面对着自己，左前片放在右侧，右前片放在左侧，前片都是正面对着自己。接着剪几根线头，将右侧肩膀处边缘2个点用线临时固定。我这里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。固定线头颜色随机。接着中间位置均匀固定几个点。右侧固定好后，接着将左前片结尾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如果没有预留，就剪一根缝合区域3倍左右的线。
穿入缝针，开始缝合，挑短针，挨着的一根线缝合。重新取线的需要在反面打结固定。我这里为了方便缝合，将织片旋转了方向，边缘这里固定的蓝色线头也取下了。打结固定完成后，挑边缘这2个短针，挨着的一根线卷针缝合，也就是这样的2根线。开始的位置可以多缝2针，然后开始一针对应一针缝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肩膀处缝完。快到结束时，如果发现一边多一针或者少一针，就可以像这样在一个针目上多挑一次。缝完这一侧，如果是一样的，就一针对应一针缝合即可。
最后一针也缝2次。最后在反面打结固定，藏好线头。大家多藏几针，最后断线。这样右侧肩膀处就缝好了。左侧肩膀处和右侧肩膀处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直接缝好即可。缝完后取下固定的线头。我这里已经提前缝好了。接着缝合腋下，也是先将边缘这里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用线临时固定。中间再均匀固定几个点。完成后，剪一根缝合区域3倍左右的线。穿入缝针，开始缝合。先在反面固定线头，挑前后片锁针剩余的2根线缝合，也就是短针的入针位置。这一侧就挑2根线缝合。如果实在分不清，可以挑大概位置。卷针缝合，开始和结尾多缝2针。因为前后片锁针数不是一样的，就在少的那一侧同一位置挑2次即可。
最后打结藏线。一侧腋下缝好后，缝合另一侧腋下。我这里已经提前缝好了，这样腋下位置的缝合就讲完了。下面连接身体侧边位置，也是先用线临时固定，固定好后，将衣服翻到反面，挑边缘这针入针开始接线。接线完成后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个锁针过渡，然后再与这2个锁针大致一样的长度入针钩短针，入针位置没有要求，同时挑前后织片边缘几根线即可。继续钩2个锁针过渡，下一个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短针的入针位置没有要求，只需要使织片平整即可，一直连接到腋下位置。最后断线藏线，大家将线头藏好，这样一侧就连接好了。另一侧连接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它连接好，我这里已经连接完成了。接着需要在领口位置钩一行短针，我在图解中用领口短针这几个字来标明了。对照图解找到接线位置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后面就是按照图解在右前片、后片、左前片上钩短针，短针入针位置请参考图纸。大家对照图解钩完这一行，最后断线藏线，这样
前后片缝合和连接就讲完了，领口位置也讲完了。前后片连接好后，下面学习袖口，是在袖洞处接线，来回往返绕圈钩织，取出线材，从任意一个袖洞处腋下缝合位置开始，我这里从这两个锁针对应的这个锁针开始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后面就是挑边缘钩短针，具体短针数量请参考图纸，大家一直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与第一个短针针目引拔连接，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这样袖口第一圈完成，接着钩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在左侧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也就是上一圈最后这个短针。钩针穿入，绕线钩出，这样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完成。左侧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钩出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。左侧钩一个短针，下一针钩一个短针减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，后面就是按照先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再钩一个短针的规律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二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在上一圈针目上不加不减钩短针，总针数与上一圈相同。完成后引拔连接，这样第3圈完成。继续钩第4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。如果是钩蕾丝线材版本，就可以不减针。这一圈直接一针对应针钩织即可。其他版本减针完成后，然后钩3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后面就是按照先钩3个短针，
再钩一个短针减针的规律，钩完这一圈。这样第4圈完成，后面剩余圈数都是一针对应针钩织即可。注意，每一圈完成后都要翻面。完成后，断线藏线。这样一侧袖口就完成了。另一侧袖口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演示对照图解钩织即可。这样袖口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袖口完成后，下面学习门襟和下摆。门襟和下摆是一体钩织的，注意在右前片上留出扣眼。左前片扣眼对应位置缝合扣子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1针放3针、短针加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找到右前片和后片连接处，从右前片第一针的入针位置开始接线。如果找不清，就挑任意位置即可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着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钩短针，也就是右前片第1行短针的入针位置。一直钩完右前片起针位置。完成后，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这一针可以钩在刚才这个短针的入针位置。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上钩3个短针。完成后，旋转织片，在左侧第1行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第2行钩2个短针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，一直钩到领口短针位置前。完成后，在这个位置上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与前面一个短针钩在同一位置。然后挑领口短针位置钩短针，领口短针位置完成后，在左前片边缘钩短针，然后再经过起针位置，到达后片起针位置，然后再到达前片
与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。完成后，引拔连接。这样，第一圈完成，后面几圈就是来回往返钩织即可。需要说明一下，像拐角位置这样短针一针放3针，如果在后面几圈钩织时拐角有点偏移，大家可以在钩短针一针放3针时，不钩在中间这一针上，可以往前或者往后挪。注意，右前片要留出扣眼。注意，倒数第2圈拐角位置会遇到短针加针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短针加针的钩织方法，就是在同一针目上钩2个短针。这个就是短针加针的钩织方法。纹巾和下摆完成后，需要在扣眼对应位置缝合扣子，然后扣好。到这里，这款产品的制作方法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叔叔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